朋友们，大家好。2023年全球清廉指数这排名又出来了，它是由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排出来的。我们看看2023年这排名到底怎么样。第1名，你看是丹麦，然后呢，我们再看第5名，新加坡是一个亚洲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吧。德国第9名，对吧？然后再往下是香港啊，然后是日本等等。美国第24名。我们再往下，你看有些非洲国家都出来了，还没有到中国。再往下，好，中国跟有些非洲国家、其他很小的国家，摩尔多瓦等等，你看并列第76名。这个排名的经济体一共有180个，中国在76到80左右，反正比前年排名更低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虽然中国的排名在中等偏上，但是这种排名大家看看就好。为什么呢？如果你关心国际事务的话，可能知道比如说像在德国美国像我觉得可能很多西方国家都差不多，听说日本也差不多，就是他们有一种所谓的游说团体，还有游说个人。什么叫游说呢？其实就是一种合法的腐败。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咨询公司，其实是个游说公司，我有我的人脉，我有亲戚朋友哥们在德国某个政府部门工作，然后呢他认识那个德国政府部门那个圈子的人，他给我介绍，然后呢我一个一个到他们办公室，或者是在他们下班的时候我请他们吃饭，然后呢偷偷的给他们钱，也不用偷偷，反正我给他们钱，这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是游说，其实就是我给他钱，他帮我办事，这就是西方式的腐败合法化。美国也一样，甚至在美国以前如果你给某人，就是事后不是事前，事后你给某人，比如说5000美元以下是合法的大家没有听错，5000美元以下是合法的，而且没有规定次数。也就是说我在美国政府的某个部门工作，然后呢有个人想给我钱，每次只有是4999美元，如果他每年给我100次，那我每年从他的手里就可以得到500万美元左右那每年我就每年我从他那里就可以得到差不多500万美元，而这是合法的。所以你看，这欧美这些国家或者经济体吧，他们的排名都比较靠前。所以我刚才说了这种排名大家看看就好，没有反映出它实际的清廉程度。诚然，腐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存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我也没有说中国是特别清廉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无法相信中国的这种清廉指数排名竟然比很多落后经济体甚至呢非洲国家都还低。这种排名还有其他排名，比如说人均 GDP 的排名中国还是在比如说12500美元左右，而且原地踏步，甚至呢比前2年更低了。如果按照中国自己货币，比如说人民币，每年其实是增长的，按照美元计价，中国这几年人均 GDP 反而降低了。所以呢像这种排名真的看看就好。另外很多国家它的 GDP 都是虚高的，对不对？连什么牛粪连吸毒连律师或者就是自己的住房也折算成那个房租收入这在美国就这样，他们也算进 GDP 去，超发货币，通胀9%、10%，对吧？大肆印钞，这种都算进他们的人均 GDP 里面去。所以你看，其实没有什么实物产出，但是美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差不多8万美元了，而中国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还在12500美元左右。但是呢这不是今天重点，我就想说的是这个所谓的清廉指数大家看看就好。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清廉指数呢？上个月下旬，具体的说就是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他们那边的政府公务员事后收礼不是受贿，而是合法。另外上不封顶了，而且不规定数目，不规定次数。所以说美国现在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我真的看不懂了。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是这样美国的州官员可以接受那些因他们的官方行为，
这是他们的那个法律术语啊，而给予的酬金或者小费。美国最高法院限制了几项反腐法律适用的范围，是限制了啊，就是说原来属于腐败的，现在已经不属于了，特别区分了事前收礼算贿赂，而事后收礼呢算酬金或者算小费。只能说这一判决啊，在美国相当炸裂。洛杉矶时报它给予报道了，纽约时报也给予报道了。其实呢，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报道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是真的。我原来看到的时候以为是假新闻呢，因为我觉得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怎么样会在美国发生呢？不过后来事后想啊，比如说当年的某个著名的黑人在美国，他杀了他的前妻啊，他因为有钱啊，后来花重金请了特别有名的律师，所以他辩称了无罪。那种事情都能发生，那么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判决，我觉得当然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我们看，比如说这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反腐法律中的一部分条款，该条款将州和地方官员接受超过$5000的礼物，当时呢是视为犯罪。这些礼物通常来自那些因官员努力而获得丰厚合同或者是其他政府利益的捐赠者。纽约时报还有洛杉矶时报报道啊，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最终裁定，官员可以接受那些因他们前面说过官方行为而给予的酬金和小费作为奖励。大家听啊，$5000作为小费，这个小费够小的了，对吧？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几年前在中国的某个场合，一个比较官方的场合，某一位知名企业家说的一个1亿元人民币是个小目标，这个梗。这里你看$5000是小费，美国的小费真的太小了。说到这里我都想去美国做官员了，真的，因为这已经合法了。根据这个报道我来分析啊，之前其实啊在美国，只要官员接受的礼物或者酬金或者小费小于$5000，不算违法，但没有明说啊可以接受多少次这种小费。也就是说，某个州的官员每次他收$4999，对吧？不算违法，没有规定次数啊。我每年可以接受，比如说100次、200次都可以啊。假如说100次，那么他收到的小费那加起来就可以差不多$500万了。这算小费啊，不违法。所以说啊，在美国啊，做这个官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肥缺啊。法官们在这次判决上还区分了贿赂和酬金，也就是说贿赂和小费的区别。贿赂呢需要有非法交易的证据，而酬金则可以是对过去帮助的回报。他们表示啊，官员可以因贿赂被起诉，但如果没有非法交易的证据，则因接受过去的报酬，则不能被起诉。保守派的大法官在对他的判决的时候是这样表示的：此案的核心问题是，联邦法律是否将州和地方官员在事后接受酬金视为犯罪。他写道，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事后他接受这酬金，接受这巨额的小费，不是贿赂，不是犯罪。当然了，一共有9个法官。这个判决呢，其实是有争议的，6-3吧，对吧？也就是6人同意，3人反对。这个6人其实都是倾向于保守党的共和党这边的这些大法官，然后还有3个人是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些法官。这3个法官呢，他们是反对的。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裁决呢？起因是这样的啊，在美国的某个州有个市长，他拿了$13000的小费或者酬金。因此他被某个人起诉了。2013年的时候，在施耐德担任安纳州波特骑士市长期间，该市向垃圾车公司 Great Lakes Peterbilt 给了2份合同，一份是波特骑士购买了总价约$110万的5辆垃圾车，另一份合同是2014年，该公司给了施耐德这个人个人开了一张$1.3万的支票作为酬劳，作为小费。尽管施耐德声称这笔费用是咨询费，但联邦检察院当时仍然以违反腐败法规起诉了他。
所以在本次联邦大法官的判决中，属于保守派的卡瓦诺法官，他是这样解释腐败和酬金之间的区别的。他指出贿赂是指官员执行某项未来官方行为之前支付或者是同意支付的款项，旨在影响官员在该未来官员行为方面做出的决定。相比之下，酬金通常是指在官员执行他的官方行为之后获得支付或者是收受的款项，作为感激之情的表示。卡瓦诺这位法官指出1920年的法律条文，也就是本案施耐德涉案这个法律条文，像另一项只涉及贿赂的法律条文一样，使用了腐败的措辞。卡瓦诺法官最有力的论点是根据现行法律，联邦官员接受贿赂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而接受酬金的联邦官员则面临最多2年的监禁的风险。与此同时，施耐德案中涉及的2000年法令仅适用于国家官员，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国家官员通常是指什么呢？是指联邦政府的官员，比如说国会议员联邦官员的高级官员等等。而市长呢，通常是指地方行政官员，他们在法律上不算国家官员。所以卡瓦诺大法官表示，虽然美国法律通常将贿赂视为固有的腐败和非法行为，但酬金和小费呢是另一回事。有一些小费，有一些酬金可能呢是有问题的，但另一些可能呢是司空见惯的，并且不会带来任何负面情况。卡瓦诺大法官还举了其他例子，比如说有的学生家长在学年结束后为老师送上比如说礼品篮以及比如说大学校长向在活动中发言的市议员捐赠一些比如说运动衫等等，这是司空见惯的，对吧？他表示，像刚才说的这些例子都能表明，官方行为后的酬金和官方行为前的贿赂是不同的。贿赂会破坏官方行为，这意味着官员采取这种行为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于是呢，就这样判决了。大家注意美国实行的是判例法，德国也一样。最高法院的判决通常呢会成为未来类似判决的法律先例，也就是说，未来在全德国、全美国类似的例子都可以根据这个案子来判决。也就是说，以后呢都全部收这些所谓的酬金或者小费，无罪，不是贿赂，所以不是腐败。你看，这就是所谓美国的法治社会，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清廉。也许像美国德国这种逻辑我们是不懂的在德国也一样，你有游说公司，你贿赂政府官员，那就是真的腐败合法化，贿赂合法化。美国也一样，而且美国的金额是现在好像没有上限了，原来$5000之上算腐败，算贿赂，现在不算了，对吧？刚才说了，从这个判决我没有发现他对这个所谓小费这个次数有规定，好像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是你这个公司从政府的某个官员那里得到了合同，比较大的合同，你每次给他5000、$10000，不算贿赂，只是酬劳小费，对吧？你给10次、20次、30次都可以。大家想想看，想贿赂的人事前事后，我觉得至少50的人都知道，对吧？谁会事先给呢？一般都会事后给对吧？因为事后是属于小费属于酬劳酬金对吧？傻子才会事前给呢。所以通过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实现了腐败自由，实现了小费自由。难怪在美国，你坐出租车，你去吃个饭，你看客人都被强迫要给，比如说25%到30%的小费。美国就是个小费的社会，现在对这个事成之后收这个所谓的小费已经不设限了。我真的难以理解$10000、$20000都算小费了，在美国。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的富裕所以朋友们你们以后去美国真的你想贿赂政府官员，你一定要掌握好2个英文单词 before after， 对吧？ before 就事前， after
是事后，事后你给多少钱都是合法的，不算贿赂，不算腐败。也就是说，事后你给钱是合法的。我真的不知道啊，在美国是谁赋予了这些大法官他们司法权，可以主持公民的是非曲直，可以定义啊这是非曲直。而且我觉得这些大法官他们事后也可以收贿赂，对吧？因为现在已经合法了。那今后我就对美国这所谓的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又打了更大的问号了。之前我就打问号，那现在根据这个美国这大法官这样的判决，你说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有司法，还有所谓的司法公正吗？因为什么事情只要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可以口头偷偷的跟某位大法官说，我事后可以给你多少多少小费，打引号的。所以说啊，通过这个判决，你看真正的体现了美国这法治社会的优越性啊，腐败自由了，贿赂自由了，对吧？但是对我来说，这样的判决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我觉得像这样的案子啊，对西方其他国家可能有指导作用。像德国这种对美国一步一趋的，今后在德国可能也会引进学美国啊，这是先进的经验啊。你看，怪不得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开始说的啊，透明国际颁布的国际清廉指数，这个排名，你看西方国家排名那么高，我可以告诉大家说心里话，看到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我现在只相信，如果这个排名值得相信的话，那就是新加坡能够值得相信，其他国家还有其他经济体都不值得相信。你能相信像在台湾地区这个28名吗？有那么清廉吗？你们知道这个民进党他们那些官员是怎么样政治分赃的吗？是怎么样吃空加引号的国库的吗？说来说去，这个所谓的清廉只能够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觉得太讽刺了。现在你看，在美国通过这最高法院判决，这所谓天价的小费，小费是加引号的，已经是合法了。好，这就是所谓美国式的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之后，你们觉得这个判决到底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这个判决是滑天下之大稽，是对所谓美国法治社会最大的讽刺。好了，不过呢，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这种国家，你这个透明国际说它有多清廉，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半点关系啊。你把美国排名在这个清廉指数第一，我都赞成，反正与我无关，对吧？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了事后你给这些政府官员所谓的辛苦费、小费是属于合理合法的啊。所以我真的感叹，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让这些政府官员实现了收小费、收酬金的自由，多好呀！朋友们，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